大多数负债破产的老板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，这个问题一旦不解决，再怎么努力都难以成功。这也正是穷人的根本问题，若能除去，财富和地位自然会水到渠成；若不除去，则永远难以突破困境。最常见的2类问题是：第一，如何克服胆怯，提升自信，做事说话没有底气，该怎么办？第二，如何处理情绪不稳定，避免焦虑和内耗？这2个问题的本质是一样的。人们想赚钱，想成为成功者，却觉得自己不够资格，内心挣扎，气场不足。想要顺利收钱，做事果断不拖泥带水，最关键的并不是外在的物质条件，而是内在的精神力量和气场。一个老板或创业者必须拥有强大的气场，如果缺乏这种气场，再努力也没用。贫穷和困境往往源于缺乏那种敢作敢为的气魄。你会发现，历史上那些能够成就伟大事业的人，身上都有一种匪气，佛挡杀佛，神挡杀神的决心。那么，如何拥有这种气场呢？如何像曹操那样，拥有主宰一切的能量呢？要突破内心的纠结，实现内在统一，拥有帝王心态，敢于杀神，这是每一个老板和创业者必须具备的特质，也是消除内耗的关键。接下来，我想继续谈谈匪气这一话题。那些白手起家的历史人物，那些能成大事的人，往往并非平庸之辈，而是骨子里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决绝，内心有一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霸气。比如秦始皇，他一统6国，横扫天下，可以说是强大无比，他绝对不会有内耗。再比如汉高祖刘邦，小事不计较，大事不糊涂，他的约法3章让人钦佩。在农民起义时，他严明纪律，犯错必杀，绝不手软，他也从未有过内耗。还有明朝的朱元璋，他能登上皇位，不仅因为能力，而是因为他敢于冒险，别人不敢做的，他敢做；别人不敢说的，他敢说。这些伟人身上都有一种匪气，他们觉得自己无敌，所有的决定都是对的，气场上的强大碾压一切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才能成为一代枭雄，享尽荣华富贵，活得潇洒自如。我总结出，想要成功的人，必须要有一种不怕死的狠劲，不服输的冲劲，以及傲视天下的气魄。很多人混了几十年，一事无成，依旧贫困，做人没有尊严，就是因为缺乏那股匪气。他们不敢说，不敢做，不敢收钱，甚至不敢冒险，觉得自己配不上成功。然而，正是这种自我怀疑，让他们一无所有。而那些敢于冒险、敢于言辞、敢于行动的人，反而能吸引他人的注意，带领他人走向成功。气场就是一切的压倒性力量，它能吸引财富与美好，收割一切，成为最强大的武器。只要有了气场，所有事物和人都变得触手可及。没有气场，你只能陷入自卑，永远无法实现财富积累。例如，之前有个朋友问我，如何克服演讲时的紧张情绪。我告诉他，如果你的能量场高于台下的人，你自然不会紧张；如果你的能量场低于他们，你就会胆怯。这并不是技巧能解决的，而是客观存在的差距。如何衡量能量场的高低呢？用收入来衡量最为直观。回到前面的问题，如何拥有曹操式的强大内心呢？首先，你的姿态要强硬，要有我天不怕地不怕，谁都不看得起的心态。无论外界如何评价，都要坚信自己就是有钱人。其次，持续提升自己的收入，收入越高，底气越足，气场越强，便自然不再畏惧任何挑战。比如，如果你的月收入是8万，而台下大多数人的月收入仅为8000，那么你的能量场显然会比他们强。高收入背后，往往隐藏着你深厚的行业经验和丰富的人生阅历，这些足以让你在台上熠熠生辉，激励台下的观众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显得非常有道理，你想收的钱，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交给你。
而如果你只是个实习生，拿着几千块工资，连行业基础都不懂，那么你在台上的表现自然会缺乏底气。尽管你掌握了心理学技巧和演讲技巧，这些依然无法改变你的气场。气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力量，它不是透过某些技巧可以营造的。收入高的人气场就强，开口说话时，台下的观众都会默默倾听，甚至在你要求他们付钱时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交出。而那些能成大事的人，身上必然带有脾气和匪气，他们不与别人平等交流，而是透过气场来影响他人，碾压他人。尤其是在项目发展的初期和中期，创业者需要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和复杂的人际关系。如果没有那股匪气，没有雷厉风行的手段，你不仅难以让内部团队服从，也无法应对外界的尔虞我诈。大部分人是无法平等沟通的，原因在于智商、见识和收入的差距。你需要做的是引导他们，影响他们。那些始终困在打工者阶层的老板，永远也突破不了这种匪气问题。最终，很多人之所以混得不好，往往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被某些观念束缚了。只要不去摒弃这些致命的弱点，一辈子也很难有所成就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